我和皇帝青梅竹马，人称两小护贤猜。他怕我家造反，我怕他抄我家。我爹是大将军，我哥是小将军，我姐是女将军。本来我也有机会当女将军的，可惜小时候画拳输了，就只能在家待着，等着入宫。输一拳而输终身，从此身世浮萍。福儿，你是重要的一枚棋子，将来在宫里给家里传信，等哪天皇帝动手抄家了，好提前通知我们跑路。那我呢？你们跑了我怎么办？你要争宠啊！你要让皇帝宠你啊，那样他就舍不得杀你了。听懂了，意思就是不管我了呗。自从那年出了剪刀，我就孤苦无依，命运只系于一人。7岁那年，我在街上闲逛，遇到了那一人。马发电了，得守护这条街。大胆狂徒！他还是个孩子，该给他个改过的机会，带回去审问吧。殿下宽厚，但如今江湖刺客手段多，多半是用了伪装成小孩的秘术。我真的是小孩，你们不要杀我，去找我爹吧，他叫安强，住梧桐大街第2家，从这里走过。你就是安宁？那是我姐姐。嚯，原来你是安福，快放心吧，你们见到安小姐了。大将军忠心耿耿，他的孩子怎么可能行刺？一定是失手了。我从来不失手，我打得可准了。那也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没误会吧？我打的就是你的马。你吓坏了吧？你的马发颠乱跑，还好被我制止，现在不用怕了。本宫有急事罢了，这一定是本宫的错，多谢安小姐出手相救了。不用谢，听你自称本宫，你是哪个宫的？东宫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太子，我未来的夫君啊！本宫要娶你。我爹都说了，等我长大就送我入宫，做你的妃子。将军，真有此意。等我成年就可以来选秀了，争取半年生美人，3年生嫔，5年生妃。当皇后就看运气，不强求。将军竟计划得如此周密，前提是你得等着我，别提前死了。那我就等着了。你这个倒霉孩子，你都跟太子说了些什么？因为你一句话，咱们差点被抄家啊！幸好陛下仁慈，饶了你一番童言无忌。他说你既然中意太子，将来有机会一定安排。事已至此，只能进不能退。福儿，你千万要把太子哄高兴了。太子还没出来吗？没看见啊，应该是走了吧。太子，你在哪儿啊？太子。太子，原来藏在这里，找到你了。你在玩捉迷藏吗？不玩捉迷藏了。那你想玩什么？本宫要回了。好啊，回我家，我们去玩泥巴吧。安福，我跟你走就是。捏这里，再捏出一对耳朵，像这样。我真的要回了，母后在等我，回晚了会挨打的。好吧，那你明天还来吗？不来了，书院也不去了，我明天风寒。你怎么知道你要得风寒的？未卜先知，这就是天子系的能力吗？那你还能看到些什么？我看见我们没有再见过面，也没有成亲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家被炒了吗？那倒没有。那以后就没机会了。你可以把衣服送给我吗？什么？你的衣服真的好好看，上面还有龙呢。我们都这么熟了，送我，借我穿穿。他把衣服借给我，拒绝了我的裙子，自己搓着胳膊颤颤巍巍地走了。我开心地穿上漂亮衣服去给爹看。爹，你看，祖宗啊，这衣服是你能穿的吗？穿到圣上耳朵里，非把你砍了不可！快脱下来，明天我拿去请罪。好端端的，你玩什么泥巴？还把太子整病了。这下好了，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咱们就等着诛9族吧。是因为泥巴吗？太子和等尊贵高洁的人物喝口粗茶都咳嗽，你还拿你的脏泥巴玷污他，他如何受得住？可不得病吗？你说的好像有道理。太子好弱。后来我天天来书院探望他。今天太子也没来吗？他怎么还没好？都1个月了，是好不了了吗？按原来说再也见不到，是因为他会死吗？我边哭边往家走，想着要告诉爹赶紧跑路。路上买了纸烧鹅，顺便教训了几个不长眼的地痞，又逗了会儿巷口那只小猫。回
回到家才想起正事。父亲不在，大堂里来了个公公。安小姐，太子托我传话。什么话？是遗珠吗？小姐这话说的，殿下风寒已经痊愈，明天就回书院。殿下听闻小姐盼他心切，特地托我转告。没死就好。哎，你不是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了吗？只要本宫想，就可以。你这能力真方便啊！你风寒真的好了吗？好了，本宫回书院了。我知道，公公告诉我了。那你之前天天来找本宫，是有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没洗手，上次玩泥巴都把它弄病了，这次可别又弄脏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这首诗真是妙极，殿下的字也是铁画银钩啊。好无聊啊！琴棋书画有什么意思？下次再也不来了。有没有人喜欢玩泥巴？往年没见过你，你是谁？我是安抚，令尊是安大将军。是啊，没关系，本就是郊游，无需拘禁。其实我也挺喜欢玩泥巴的，就来陪陪妹妹吧。找小时候的感觉。是啊，好久没玩过了。其实本宫也……你不行，你不能玩泥巴，会生病的。他上次玩了一会儿，病了足足1个月。走吧，他要是出了什么3长2短，在座的各位可都要煮9族的，不能带他玩。走啦！看，把这边加高，棋子插稳，拿下变成兵分3路，拿下这个州。不好，有埋伏了，别往在我下吧，成功了！退兵喽！好，安妹妹真不愧是江门虎子，运兵排阵的本事，小年纪就如此了得。那有什么？我跟你们讲，我就是天生当将军的料。看我给你们表演一个倒拔垂杨柳，嘿！你在干什么？犬女不知天高地厚，是被指管教无方，我这就好好教训她。小孩子淘气一些，你们先把树放下吧。好玩吗？出风头，拉人聚集，排兵布阵，你怎么不直接造反呢？知道错了，你别打我。你还怕挨打？我还以为你砍头抄家诛9族都不怕呢。给我长点记性，低调做人，不然就下辈子再做人吧。真厉害，我小时候也没那么能哭。好了，别哭啦，卢姐姐要走了，有时间再找你玩。哎，我爹叫我了，我也要走了。别难过了，谁还没挨过打呢？安抚，过来。什么事？你不饿吗？爹还在跟皇帝说话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吃饭。你做什么？不行，别乱动，吃吧。蹲在本宫身旁，别让人看到了。谢谢你。皮豆沙饼，入口就化开，清淡又带点甜，比平常吃的好吃多了。慢一点，他们还要谈上一会儿，不着急。你不吃吗？这个你吃吧。我不饿，都给你。太子，但是我3天没洗头了。3天没洗头，全是泥啊土啊的，你摸了会不会又病到啊？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娇气？没事，你是未来的天子，天之骄子，娇气一点是应该的。我不是，我不是。小福，和你太子哥哥玩的还行吧？我家狂魔跟我说话了，好可怕！爹说过，陛下说话没有一个多余的字，每个字都有5层意思。他在暗示什么？他想诱导什么？如果不小心应对，是不是就要被吵家了？他是不是想等我说错话，好抄我的家？我的脑子像年久萎缩的木齿轮一样嘎吱嘎吱转，卡住了。关系是真的很不错嘛。别躲开我！回父皇的话，与他关系一般，而臣正是读书的年纪，心中只有功课。唉，幸好你刚才没说话。爹，你听懂他的意思了吗？听懂，除了指哪儿打哪儿，爹从来都听不懂他说话。但是你最近每次开口都会惹祸，那闭嘴肯定就是最好的。我还是不要去当妃子了，太可怕了。跟太子玩，早晚要被抄家的呀。正因如此才要去。你以为你不入宫就不会被炒了吗？我们全家都是笨蛋，所以才更需要一个潜伏在宫里的人。你
先知来弥补智商的缺陷，这是爹为数不多的智慧，绝对没错。可是我也不是很聪明啊。富儿，你要努力啊！你想想，你爹、你哥、你姐姐，哪个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打仗？你却连这点苦也吃不下吗？我知道你的任务很艰难，我们是在刀尖舔血，你就是在钢丝上行走。但我们安家的儿女，能被困难打倒吗？好，我一定为了家族的安危，努力当上妃子。这么小就认识太子了，是占尽先机啊！千万把握住，可以先手勾引他。怎么勾引？有什么不会的，就去请教你娘。当年你爹被你娘勾得一愣一愣的。你是怎么勾引我爹的？狗大强是不是脑子被门挤了？哼，他脑子就那个形状，可我真的什么也没做啊！到底什么时候给了他错觉？那你们怎么成的亲？唉，当年我不想成亲，就摆了擂台比武招亲，没想到呀，让他给打赢了。愿赌服输吧。安儿，你去问问你爹，具体是哪些时候、哪些方面被我勾引到的，我真的很想知道。他比武招亲，不就是为了勾引我吗？是吗？哈哈哈！不得不说，真的很管用。那丫头在台上摆开架势，英姿飒爽的模样，着实吸引到爹了，心跳都快了几步。原来如此，英姿飒爽，武力展示，学到了。安福，有话好说啊！那天我不是故意推你的。啊？哪天？早就不记得了。你看我是不是很英姿飒爽？看我这技，黑虎掏心。不该骗你，其实我并不能未卜先知。哈！一刀两断。我之前也没有生病，是为了躲你才撒的谎。对不起。太子，我舞累了，你有心跳加速吗？衣服太厚没能摸到，你是个大骗子，坏得很，可能连良心都没有，又怎么会有心跳？可我还是得努力做你的妃子，凭什么？你真的很想嫁给我吗？这就是我的命。我是问你，安福，你想嫁给我吗？想。算了，你既然想，就不要老是舞刀弄剑吓唬我，没有用的。那怎么办？我要勾引你啊！什么？松手！安福，先把这个放下。哎，这样就很好，你乖一点。我没别的爱好，就喜欢听话的。对，我教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没我的允许，不要自作主张。我没叫你来，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。等我传唤再来。那我岂不是什么都做不了？只要你什么都不用做，等我来就好。别着急，我们现在都还小，时间很充足。我会传唤你，给你机会的。那还挺省事。这一歇就歇了10年，太子一次也没传唤过我。我也懂事，明白了太子就是个大骗子，他一点也不喜欢我，是看见我就烦。问题不大，争不到圣宠就争独宠，把他身边的女人全部清除掉，我就是太子唯一的女人。苏姑娘文采斐然，知书达理，本宫着实钦佩。殿下谬赞，殿下才是满腹经纶，才高八斗，小女子望尘莫及。还请殿下不要见笑。自从1个月前偶然得见殿下的诗帖，小女子便心生仰慕，不敢向父亲请求见您一面，别的什么也不怕了。哦，你是喜欢本宫的诗？如殿下这般温文尔雅、风度翩翩的男子，本就是间少有，今日得见，就不全是喜欢诗了。苏姑娘谦虚得很，你不光有才华，也是胆识过人。不知你可曾听过，曾前后有31位千金与本宫同行，却都出了意外的传闻。哼，这第32个也不会嫁给你的。待我扮作水鬼，把她扯下水淹上一淹。啊，怎么了？殿下，你脱衣服干什么？哈哈哈哈！苏姑娘一番表白，本宫感动得无以言表，恨不得脱光了在这湖里游几圈。不是，你别脱了！哈哈哈哈！本宫现在兴奋的不行，已经无法冷静了。太子没有传唤我，还是不想看见我，我得缩起来，不让他烦。哇，御厨的手艺就是高啊！等我入了宫，就可以天天吃了。
概是上茅房去了，还没回，他怕不是掉茅坑里了。那就轮到我出场了。就算蒙着面把他捞出来，也是他的救命恩人。将来进了宫，还不让他感激涕零？哼，这份恩情可得牢牢记好。哎呀，他都掉下去这么久了，不会早被人捞上来了吧？大概已经送回房了。好，轮到我了。我身上是干净的，看来并没有掉茅坑。不是，等等，为什么他会和武吉在床上拉扯？他中途消失，原来是来幽会美女。但我扮成吊死鬼把他们吓昏过去，吓不昏就打晕了丢出去。奴家醉了，好热啊！您是太子殿下吗？奴家好喜欢你。为什么一动不动？是奴家不够美吗？本宫这一生，从未见过比你更美的武姬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你的美不浮于表面。透过这份外貌，我能看到一颗赤诚的心，令人心动。殿下，本宫不是那种肤浅之人。比起取悦身体，我更有一腔寂寞，想速与之心人。别急。殿下，你说，奴家都听着。原来还是你最懂本宫。在这动情时分，对着相见恨晚的知音，本宫终于可以讲起心底最爱的那个鬼故事。鬼故事，你不喜欢听吗？其实本宫比起诗词歌赋、甜言蜜语，最喜欢的还是鬼故事。不是，那本宫就讲。在皇宫建起来之前，这里其实是前朝皇宫的秘密墓地，专门埋葬一些冤死的宫女、太监、妃子、无极。殿下，他们有的是吊死，有的是撞墙死，有的是被撕毒酒。当前朝宫殿被推翻的时候，殿下别讲了，求求你！你听，你看见了没有？啊！每天夜里，你都能看到无数的幽魂睁着流血的眼睛，在这房间里盯着你。柜子顶、床下、屏风后、窗外、房顶，你看到那个了吗？完了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！别走啊！本宫还没讲完呢，回来听故事。好，又成功，下推一个。他果然睡着了。太好了，太子最近是真挺忙的，我才卸了没几天，又来活了。卢丞相的女儿被山贼绑架了，皇帝叫太子领兵剿匪，顺便救人。臣女卢青见过太子殿下，救命之恩，没齿难忘。本宫来晚了，让小姐受惊了，本宫这就护你回京。你是第一个冲进来救我的，我们着实有缘。上来坐吧。卢小姐临危不乱，还能够一眼辨识本宫身份，实在机敏过人，令人钦佩。我小时候见过殿下的，还有安妹妹。我们家的天赋是过目不忘。她是什么？过目不忘？还见过安妹妹？她认出我了？不，我现在包得像个铁桶，还是女扮男装。她应该是在说我姐姐，或者只是碰巧提起，一定是这样。本宫早知丞相有此天纵奇才，未曾想小姐竟也继承到了。我朝真是人才辈出。殿下也这样想啊？我从小饱读诗书，说句不自谦的话，自认也是个人才。我正准备参加今年的科考，殿下就别叫我入宫了吧。卢小姐自有锦绣前程，本宫怎会横加阻拦？啊！还盼小姐金榜题名，来日在朝中再相见。卢小姐同本宫的侍卫认识才几个时辰，是否有点过于亲密了？我看殿下不像那种迂腐之人，竟也说得出这种话吗？殿下既无意让我入宫，为何说话像是吃醋一样？卢小姐说笑了。吃醋了？这可是第一次有这么强烈的危机感。他要考科举不入宫，那也不算我的敌人，而且有他牵制，还能降低真正敌人出现的概率。恕本宫冒昧，卢小姐成年已有些年月，为何迟迟还未婚配？事业为成，
谈和成家，殿下就不一样了。您的终身大事干系到江山社稷，年纪也不小了，怎连个侧妃都没有？叫我等臣民干着急。看我干嘛？我做的那么隐蔽，肯定没被发现。本宫比你们更急，大概是流年不利，闹了许多笑话，怕是你也听过了。听过一些。同殿下照过面的未婚女子，不是当场出事，就是后来断了联系。能坚持下来的也都与您处不来，真不知我会遇到些什么。我倒不是怕，还挺想见识见识的。只是殿下，你都快把京城的女子找遍了，也没有找过安抚，是出于爱护吗？爱护也算吧。还是说，就只是纯粹不考虑他呢？毕竟他家……如清，你在说什么？是臣女逾矩了，请殿下恕罪。他最后一次赶我走的情形，还有这10年来看都没看我一眼。陆清说的对，我是不是在做一个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任务？10年心血，全都是白费劲儿吗？不行，不能哭，哭了就会被认出来，以前做的事都会被查出来，那可是抄家的大罪。小福，安抚！什么安抚？我不认识啊！啊！你居然在变装吗？对不起，我不该喊的，救命！我真的不是安抚。别怕，没事，我不会出卖你的。什么？你之前都在假装不认识吗？你们怎么做到的？停车！驾！你换到前面那辆车去，万不可说出此事，不然我有的是办法取消你考试名额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这是欺君之罪，马上就要被满门抄斩了。安抚，你能不能哭得小声一点？外面有父皇的人。是不是应该把太子杀了灭口？可杀了他我也逃不掉啊！有没有那种让人失忆的药？安抚，父皇不希望我娶你，我只能暂且按捺，再另寻他法。算了，我跟你试一会儿。这人是个大骗子，不管当年还是现在，他嘴里就没有几句真话。你还是哭起来最可爱了。你真的跟我一伙的？可你10年都没见过我了，怎么会还记得我啊？对不起，你一直跟着我，我一直都知道，却不能让你出来。啊！你怎么会知道？我藏得那么好？你是藏得很好，但我的安慰更胜一筹。什么叫专业啊，安抚？你对我一片深情，我也想回报你同等的真心。我不想再让你等了，只是前路艰辛，你愿意和我一同面对吗？无所谓了。自从我决定入宫，就注定要走一条艰辛的路，这就是钢丝上行走，刀尖舔血，早晚殉职。啊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你等我一段时间，我来安排。上次说完这话，他就10年没理我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，还是得靠自己。既然暴露了，那就一不做二不休，暗抢辨明争。儿，你熬出头了，太子妃呀！但是万不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宫斗这才刚刚开始，你可不能松懈啊！醒醒，安抚，大清早的，你没睡醒？我没睡，自从接到圣旨，我3天没睡了，是不是在做梦啊？对，在做梦。你接着做吧。好。你可真行，我好不容易腾出空来，就看你睡了一天。你不用看着我的，我又不会跑。我怕你爬房梁上去。你不让我爬，我就不爬；你让我来，我就来；你让我睡觉，我就睡。我这么听话，你会不会有一点喜欢我啊？我都不喜欢。唉，果然是个大骗子，叫我听话，纯粹是为了自己方便。算了，不喜欢就不喜欢吧，反正现在就我一个妃子，我也能挣个独宠。你要想我喜欢你，得再努力。还不够努力吗？这可是你自找的。安抚，你为什么这么会？你是不是跟别人亲过？没有啊，理论指导实践嘛。战场要勇，情场也一样。接下来该轮到我上阵了吧？不要！听话，你听话，安抚，我们还没成亲。哎，大业未成，那我先走了，我要去努力了。如情何在？小夫，你上次救了我，我正想去找你。别跟我套近乎，我现在已经是太子妃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是唯一的太子妃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。任何人想跟我争，就犹如此时。
道，但是你劈我家狮子干什么？怕了吧？那我就走喽。哎呀，等等，小夫，我给你准备了礼物。什么礼物？我老家的橙子可甜了，你尝尝。谢谢你。小福啊，你劈了我家狮子，我不找你算账，还送你礼物，你说你是不是对不起我？我一直拿你当亲妹妹的，你欠我人情啦。咱们亲姐妹也不算这些了，明年我还给你送橙子好不好？我虽然见惯了太子哄人，不吃这一套，奈何橙子太香，吃人嘴软。好吧。真有你的安福，本宫的太子妃提着刀跑去挑衅丞相，你是想干什么？我努力啊，不是你教我努力的吗？啥？我制定了计划，大概就是下不退的都打一顿，一顿不行就打2顿。我是叫你在我身上努力，不是叫你去寻衅滋事。原来如此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喜不喜欢这样？这招叫针边风，太子。可以了。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啊？你得告诉我呀，太子。你这种时候还叫我太子？太生疏了，叫我的名字。太子。阿福，我的名字。太子。你追着我跑了10年，却不知道我的名字。太子啊，名字重要吗？太子，你生气了吗？你说呢？想清楚了再来找我。我到处去问他的名字，可是没人敢说，直到大婚都没搞到。完了。哀瓜，我说气话你就真不来找我？问不到别人，你不会问我吗？算了，我自己告诉你。你记住了，我叫李承泽。那个晚上，我终于知道了他的名字。阿福，你去哪里？去给母后请安。别去，我怕你把他砍了。我不砍他，我忍得住，我都学过的。你能忍什么？你又不用看他脸色去做什么。他这是想压制我的宫斗权，削弱我好不容易拿到的先手优势。不知好歹，你非要去，我跟你一起。你给我敬茶，我哪敢接？让陛下知道了，又得给我一顿扁。那行，就给您放这儿了，我们先走了。他就这眼神，你不要介意。母后，眼睛干的话，拿黄瓜敷一敷。走了，你看是不是？来了也白来，以后别来了。我说是宫斗，结果我就安心回来躺着了，整天招猫逗狗，闲得不行。太子连个侧妃都没有，让我一肚子的宫斗知识无处施展，人生失去了目标，整日浑浑噩噩。安福，来尝尝橙子，说是南城那边的特产，甜得很。卢青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送我橙子的那个。他入朝为官了，这次就是他带的特产。你俩私通？什么？没有啊。没关系，殿下。臣妾又不是什么毒妇，殿下喜欢的就是臣妾喜欢的，臣妾自当坦然接受殿下的一切。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今天怎么突然自称臣妾？别说话。都退下。小夫，这里，去年说过要送你橙子的，你收到了吗？啊？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姐姐给别人只带了几个，给你带了一筐，够意思吧？糟糕，吃人嘴软。谢谢你了。都这么晚了，明天还要上朝，不然我真想和你秉烛夜谈。以后还可以找你玩吗？好啊，你想见我了，随时出来，想去哪儿玩，我带你去。你见识真广，我都没什么可以给你的。咱们姐妹一场，说那些做什么？而且谁说你什么都没有？你现在也算我的老板娘了。老板娘？有事没事替我美言2句。太子，我今天和卢青玩了1天。玩了些什么？可有意思。我觉得他好厉害，什么都知道，有才华，性格又好，我好喜欢他，玩的都不想回家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感觉，如果能和他在一起生活的话，其实是很幸福的。什么？那我呢？你就随便吧。我随便？你居然说我随便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昨天在院子里可还不是这个态度。你别生气。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善茬，他到底对你做什么了？
把你迷成这样。他人挺好的，不许再提他。哎，就说你不要勉强了。我一定要让他好看。你别难为他啊，误会都解除了是不是？我心里只有你一个。再说一遍。说什么？刚才说过的话。忘了。我要调任去外地了，近几年怕是都见不到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因为我美言了几句？完了，看来我是起了反作用，太子真的报复他了。嘘，别担心，是一些必要的历练，这机会别人抢都抢不到，大概是父亲那边帮的忙，或者说也有你的作用。总之，你就等着看姐姐大展宏图吧。将来我得当丞相，我看这朝廷除了我也没别人了。行，你当你的丞相，别再缠着我的太子妃。他不会帮你的。阿福，醒醒，回家了。想就抱你大腿。你抱谁大腿？本太子在你面前站着，你不该抱我大腿。别喝了。嘿嘿，这人真是漂亮。你干什么？松手！这还在外面成何体统？不行，不松啊！你醒了？昨晚说了什么还记得吗？不记得了。那算了，来啊，我喂你。你喝醉酒的时候真乖，问你什么都说，就是不知道有几句是真的。爱撒谎的是你，别以为我也这样。我到底说了什么？你说你最喜欢我，第一次见到就喜欢我，后头每一次见面都更喜欢，从来没有讨厌过我。是这样的吗？这不会也是你的心里话吧？对，也是我的。有人归来，有人远征，有人登上属于他的天地，而我……你这一宫真是寂寞啊！我好不容易熬成了太后，却半点坐山观斗的天伦之乐都享受不到。母后说笑了。那个逆子，找机会你替哀家让他归。这孩子怕冷眼，你就量量他，保准他归得标标准准。还有这种事？刚和婆婆搞好关系，这时候必须表现一下。一定，准将您满意。跪下。阿福，你认真的？你就跪在这里，凉的话可以垫块枕头。不是不行，这是什么新的情趣吗？你总得给我个理由。阿福，你不满意贵妃吗？可是我们说好的，你要再努力才能升皇后啊！现在还没到考核标准。不是这个。我昨天不应该叫你哀瓜。其实也还好，我爱不爱自己还不知道吗？不过他要是因此改了，也挺不错的。是因为你哥哥的事吗？我承认，我不敢把权力交给他，但我骂他，真的只是因为他先放肆了。什么？他骂我哥？算了，那家伙确实该骂。我是把我们没出生的女儿许给段家了，但那只是口头约定，我这就去反悔。我不该一时口快，告诉大臣你能徒手劈柴，还说找机会让你当众表演，但他坚决不能演。你相信我？我是猴子吗？我确实看卢青不顺眼，故意给他拍最难的活，可他都坐下来了。当年也是我主张把他调走，没打算让他回来，但我已经没再针对他了。我明白，我当年和那么多女子私会，多少是有点故意的成分，想看你耍花招。毕竟你真的很逗趣。还有，年幼的时候，我也曾想过朝你家的，但那都是父皇叫的。后来我已经改了。闭嘴！你给我跪着！我没叫你，不许起来！你就是个大骗子，不挖不知道，一挖挖出来这么多料。阿福，你开心就好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你生气也是应该的。你快进去吧，外面风凉。进来吧。难道晕倒了？你快起来，冷不冷？我再也不这样对你了。人的气质不对。娘娘吉祥，陛下在书房，昨天也在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你听我解释。别解释了，你就不是什么老实人，还解释什么？要不我再去跪2天。你看着，我保证不跑。那我也得有这闲心啊！你什么走折非得晚上看，白天不行。白天，明天我想陪你，今天加把劲。哼，刚编的。
编的也是真的。南山的茶花开了，早就想和你去看。日出的时候去，据说是漫山朝霞红是火，一生总得见一次。有我那么好吗？明天是个好天气，坐在山顶上晒太阳，再泡上2杯最鲜的春茶，吃点莲蓉豆沙青团，美得很。那去，你快点看完，明天早点叫我。好。你还不让我回屋睡觉吗？不回了。你看你的，我在这里陪你。灯还亮着，睡得着吗？没问题。挺暖和。